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 G7 广岛峰会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发展，而是为了如何对抗中国。这个世界的任何国家和组织本应该做好自己的事，谋好自己的发展，然后合作共赢。但很奇怪，今天的七国集团在美国的带领和日本的蛊惑下，已经变成了一个专门针对和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组织了。他们的所言所行，难道是为了这个世界的合作共赢与共同发展吗？非也。如果是，那么七国集团为何当初要把俄罗斯踢出来？为什么不把中国这个占据世界1/4人口的大国、世界经济总量第2的国家邀请并吸收进去？当然，七国集团是富人俱乐部，他们要把自己置于世界金字塔最顶上的那几块石头，而美国要把自己置于金字塔的塔尖上。他们的逻辑，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只是他们脚底下的石头，必须承担支撑起他们处于高位的义务。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堪称一场最具有讽刺意味、最搞笑的峰会，也是七国集团历史上最荒唐的会议。东道国日本居然把会议地点选在广岛举行，不难猜想，岸田文雄的动机之一是告诉全世界，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而非加害者，是想以此给日本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洗白。如果日本有着用广岛来警示全世界人类必须和平、不需要战争的动机，那么G7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就应该是呼吁世界终止对抗、停止战争、全面裁军、走向和平。但一切与之相反。为了增加对抗的氛围，专门邀请并不是七国集团成员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会议，然后他们在会上齐齐声讨俄罗斯声援乌克兰。这时候的俄乌战争需要灭火，而不是火上浇油。但七国集团恰恰没有劝和的一句话，全部都是要让乌克兰把人都打光的战争狂言。除了继续拱火俄乌战争以外，G7峰会的联合声明等文件居然全领域干涉中国内政，从领土主权问题到中国的反分裂，从中国的军事力量到经济发展和民生，几乎无一不谈。难不成包括泽连斯基在内的七国集团元首想要替代中国政府为中国的国家主权、军队建设、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履行决策权吗？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的那样，七国集团嘴上唱着迈向和平、稳定、繁荣世界的高调，干的却是阻碍国际和平、损害地区稳定、压制他国发展的事情。这种做法毫无国际信用可言。最可笑的是，国家不知还能存在多久，自己的性命也不知还能存在多久的泽连斯基，竟然也参加了这样的会议，参与对中国的指点江山和指手画脚。G7广岛峰会真可谓可笑至极、荒唐至极。在美日的蛊惑下，七国集团正在从经济组织扩展为具有军事联盟性质的组织，现在加上了一个乌克兰，难不成七国集团想要发展成为新的八国联军？面对亡我之心不死的美日，我们是躲不过去的，只有迎面而上。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来吧，七国集团。